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曙光还没到来，清醒地逃出被我的依赖，为空白添色彩，我自由我未来。轻拍只向尘埃，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，多直白多精彩，才不愿空等待。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，艰难历程也不改，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，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奇迹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发着光，决胜会在每一场，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勇往直前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喂，妈。哎，小雨，干嘛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这破学校信号不好呗。也不怕我扣你零花钱？那就只能辛苦你儿子我出去打工挣钱了。你要舍得，随便你扣。别跟我贫啊！你爸让你转法政学院的事儿，考题怎么样了？我自个儿的事儿，我自个儿能决定。嘿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开学不让送啊，专业不让改，怎么着？爸妈能害你不成啊？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也该为自己、为家里担点责任了，是不是？行了行了妈，我忙着呢，学校的女生都排着队请我吃饭呢啊。恶心。好了好了，先挂了啊，你去忙吧。家长配送新生入学，对于家长来说，既是护送，也是告别，同时还能保证旅途安全。在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子女考上大学，对于父母而言，是一件阶段性完成为人父母人物的标志性事件。尤其是考上一所满意的大学，更是全家之喜。在这样关键的时间节点，我们难道不应该与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吗？综上所述，我方坚持认为，新生入学，家长应该陪送。谢谢。首先，请反方一辩，立论陈词。白宇。我方认为，大学新生入学，家长不应该陪送，因为法律没有规定。谢谢。接下来进入自由辩论。首先，请正方发言。家长来送也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嘛。你不觉得那样很丢人吗？家长到了寝室，弄得你自己像个智障小公主，这也不会那也不行，很容易招人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对，明明是他们跟我们一起分享上大学的快乐。
你真的会快乐吗？原本是独立生活的开始，可现在却处处受到父母的安排。他们说是要分享你的快乐，可实际上是对你的不放心。他们嘴上说着爱你，可实际上觉得你做不好任何事情。他们不相信你，他们是在否定你。你真的快乐吗？人身攻击啊！那请问对方辩友，增进家庭关系、促进亲子关系，这难道不是当代社会的主流吗？胡说！对方辩友还好意思提社会？你知道家长这一接一送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吗？全国每年大约有700万人次新生，这家长都来接送的话，那起码就是2000万人次的交通压力，活生生整出一个小春运。这明明就是个开学黄金周，拉动了大学生周边的经济增长啊！对方四辩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你们口口声声都是爱，却明明白白都是为了钱呢。可是孩子第一次出远门，家长跟着不是更安全点吗？对方辩友一个体健貌端的小伙子，居然要40、50岁的母亲来保证你的安全。对方辩友，我看你还是不要上这个大学了，否则毕了业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巨婴。不管怎么样，父母送孩子是一种关爱，对方辩友总不能否定父母爱的伟大吧？伟大的爱首先应该懂得尊重。如果我就希望自己来上学，那么爱我的父母难道不应该满足我这个愿望吗？那同样，如果我就希望父母来送呢？那你就是一个没有摆脱依赖的小孩，你的父母更不应该惯着你，这是为你好。我不知道你的爸妈有没有来送，我希望没有。我希望有。那一刻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那些字句像是自己从我嘴里蹦出来一样。我希望他们能来送我。我希望我的衣服从周一到周日都叠得整整齐齐的。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带些特产来分给我的室友和同学。我希望在我19岁这一年，能留下我与他们一同站在大学校门口合影的照片。我希望能睡在妈妈铺好的暖和的床褥上。我希望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能闻着熟悉的味道入睡。这样的愿望很丢脸吗？反正我很羡慕。对方没有觉得丢脸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单纯的叛逆和无聊的揣测，却为什么否定了家人的陪伴和关怀的美好呢？无论是我的愿望还是父母的愿望，作为家人，难道我们不应该尽力去满足吗？如果连最亲密的人你都不愿意去满足，真的不会伤心吗？再伤心也值得，因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易小溪同学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以我字开头？让你陷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矫情当中的，正是父母的关怀与溺爱。大学应该是自我成长的新开始，不是吗？白宇，欢迎加入文学辩论队。谁要加入啊？你来参加选拔赛，不就是为了入队吗？我是被诓来的，而且就这水平，怎么出去打比赛？你说是不是啊，徐姐？现在才。我才刚刚喜欢上辩论，我才刚刚喜欢上男神。小溪，你最后那段话都快把我说哭了。一直以为到了大学会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像新年的午夜，看到漫天烟花盛开，感觉全新的生活就要到来。
以为离开了家就能拥抱自由，成为精神独立的大人，但我心里又有一丝隐隐的不安，害怕跨出了这一步，就意味着爸妈要从我的怀抱里溜走。我们都眷恋着家，但我们也一直渴望着长大。这种怅然若失，也许就是成长的代价。各位首轮落败的同学，可于今天下午5点参加复活赛，过时不候。文学院辩论队。青梅学长，一定是你让我复活的。饿死了，你们先上，我先去食堂吃早饭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唐老师看着呢，你就忍一忍吧，也就大一有了。进出都得刷校园卡，谁跑得了？不吃饭哪行啊？姐们一会儿还得辩论赛呢。哎，你们这次什么辩题啊？表白被拒和暗恋未果，哪个更痛苦？啊，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呀？人在江湖混，靠的不就是个面子吗？是不是小杨？我就觉得暗恋未果更痛苦，说出来至少能死得瞑目，是不是啊，小安？好像也对。小恩，你是福建的还是台湾的？我福建的，普通话不好，所以平时就尽量不说话。你这口音多好啊，跟你在一起就像看偶像剧，洋气。可是孙强，我们的持方是表白被拒更痛苦。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都靠你了。你们这复读者联盟靠不靠谱啊？小西说行。我也没底了，就是觉得虽然上次比赛输了，但是打辩论还挺有意思的，就想再试试。也是，比赛嘛，不就是伸头缩头都是一刀的事儿吗？长痛不如短痛。是对方的论点啊。文管一半，白宇、杨华夏、宋凯、谢克曼、任大，人去哪里了？到。只有白宇一个人通过，还不一定会来。后天报名就截止了，怎么办啊？反正还有复活赛。其实昨天有个新生还不错，可以招进来慢慢调教。青白，院长让你去商学院的教务处一趟，这事儿你别忘了啊。有什么事吗？好像是聊你转去商学院辩论队的事儿吧。只要你来，就是商学院的队长。黄老师，我大一就是文学院的学生，更何况还代表文学院跟你们打过比赛。可你现在呀，是商学院的学生，对吧？代表文学院参加比赛，不合适吧？转院校的辩手代表老学院参加比赛，在学校也有先例，这是我的自由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你们文学院去年好像没赢过比赛吧？今年就不一样了。抱歉，我现在要去参加文学院的招新了。请问暗恋未果是不是比表白被拒更多一份遗憾呢？是的，但也不能因此证明更痛苦。为什么遗憾多了反而更不痛苦了呢？因为显然对方辩友对这个论点并没有疑问，
那么请问，一个敢于告白的人，这次失败了，下次遇到喜欢的人，他是不是还会继续告白呢？不一定啊，因为继续告白下去，总会有机会成功的，对吧？但是一个人连自己的爱都不敢说出来，下次遇到爱情还是不敢说，谁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也不能怪别人坏，只能怪自己最笨，这难道就不痛苦？对方辩友，请您听我把话讲完。是啊，你心里分量最重的那个人否定了你的全部，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？那个不敢告白的人，他为什么没有勇气？因为他第一次告白的时候就被狠狠拒绝了，所以他不敢再告白了。还有什么样的痛苦比被所爱的人拒绝更加痛苦的呢？我正要去你班里找你呢，你爸呀都跟我说了，趁着呢开学专业课还没开始上，你赶快把转系的事儿办一办。哎呀，傅姨啊，这种小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啊。这怎么是小事儿呢？你知道你有多少学法律的天分吗？而且啊，你的分数线也远超法政学院的分数线了，不要在其他专业上浪费时间了。你爸年纪也不轻了，你啊别再让他操心了。哎呀，傅姨，我说你都已经是当院长的人了，怎么还像上大学那会儿跟着我爸屁股后边转？难不成你还对他有意思啊？小心我告你诽谤罪！你这孩子，自己的事儿啊自己要上心。哎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就行了。哎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傅姨，我先走了啊。傅姨再见。表白被拒是短痛，暗恋未果是长痛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这没错吧？长痛不如短痛更痛，没错啊。所以表白被拒更痛，这不是我方的观点吗？请问砍头与凌迟哪个看起来更痛呢？凌迟更痛，因为人们形容被心爱的人拒绝叫做心如刀割，那么凌迟的疼痛就像被不断拒绝，那真是生不如死啊。下面请清北学长上台点评。论述自己的观点，你可以自说自话，但是辩驳的本质是双方的交流，这是辩和论的本质区别。所以在刚才双方二辩的公辩阶段，反方二辩完全不理会正方二辩，你问他问题却不想知道他的答案，这不是意味着你在说一堆废话吗？当然，正方二辩也是被逼急了。你的那段发言非常有力量，也相对扣题，想必有你个人的经历和感悟在里面。但是，如果你想做一名合格的辩手，你必须要做到的是，把这种妙手偶得变成队友值得信赖的应变能力。谢谢大家。白宇还是不肯入队啊？白宇说了，连课都逃不掉呢，还有什么精力来参加辩论社？这事儿我来想办法吧。而且复活赛里有几个新人还不错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你，商学院那边的态度还这么坚决吗？不过这事儿也得看文学院的意思。也是，校联赛是各院系学生工作年度评比的重头戏，唐老师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唐老师会帮忙的。希望不要有什么差池啊。我先去上课了，晚上见。在找参考书呢。啊，婷姐，我在想怎么解决清北学长上午提的那些问题。
看这本吧，对你帮助会更大一些。辩手的麦高分，麦高分就是目标的意思。作为一名辩手，你既需要知道对方说的每一句话的目标，也需要知道自己说话的目标。就比如这本书的书名，为什么特意叫做麦高分，而不直接说是目标？作者用这个特别的词，是想让我记住它。所以你的第一个练习就是把听到的每一句话迅速总结说话人的目标。第一个练习。作为一名辩手，这是应该养成的好习惯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开小灶这个事儿，可千万不要让其他选手知道。好了，那你慢慢看，我走了。好。小希，听说你们今天复仇者联盟大杀四方啊？那叫一个爽！哦，你的表现我也听说了，全场不超过3句话，是你吧？这打赢比赛确实挺爽的，打比赛也挺有意思的。那你们现在就算正式入队了吗？哪能啊，还得打好几场呢。不过有小希在，我拿下清北学长就指日可待了。哎呀，德行真的是。哎，对了，小希，今天法政一个学姐来找你了。哦，那他有说什么吗？没有，他看你不在走了。那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事吧？迷惘的一代，是美国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·斯坦因提出的，从1战到2战这个时期，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作家的总称。他们之所以迷惘，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应战后的世界，可是又没有找到新的生存法则来代替，于是乎，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本能和感官去行事，却又接力反对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。网吧呀，用叛逆说好了思想的行为去表达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满。说到这里，我热，是不是有点熟悉？空调也没有。图书馆那儿的漫画根本不全，而且我觉得这老师讲的还可以。发现父母突然不管你们，是不是连个生活目标都没有了？在这里，老师要给你们一个忠告：给自己的4年大学生活定目标，摆个小摊，做个兼职，甚至谈个恋爱，都算。要不然，你们回过头来会发现，你们的人生巅峰，也许只停留在高3那一年。叫啊，吓我一跳！你瞎啊，不知道后面有人？你眼睛长后边，自己不看路。辩手的麦高芬，输了比赛1日3省啊！我下次肯定赢你。就凭你？走着瞧。走着瞧。
扛个木板大违章建筑啊？要你管，我乐意。白鸽大侠，我把我儿子寄放在这儿了，请你多多照顾，多多包涵。抱着我的猫干什么？一直拿别人东西的臭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？你还跟踪我，下一步是不是打算偷窥啊？你是不是输了比赛，所以要绑架我的猫？作为一名辩手，你既需要知道对方说的每句话的目标，也需要知道自己说话的目标。看什么看？把猫还我！他说这是他的猫，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你的猫吗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猫？把举证责任推给我，那也不能证明所有权啊，笨蛋！当然有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它在我手里啊。它在你手里就是你的。这衣服穿在我身上是我的，鞋子穿在我脚上也是我的，这猫在我手里当然是我的了。辩论没白打，有进步吗？你这样会养刁它的，到时候智商跟你一样低，连饭都不会自己吃。你才智商低呢！你把小猫放这儿，不怕被饲养员抓？这我会想不到，饲养员是学生处开放勤工俭学的岗位，我已经向学校申请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是饲养员，这些鸽子都跟着我姓。所以小猫放这儿很安全了？当然，这是我的地盘。你们现在应该有课吧？你怎么不去上啊？有什么好去上的？都开学1星期了，每堂课都在说找目标，这学费啊算是白交了。没错啊，有目标才能有规划。我从小到大只执着于一件事，就是反抗我家老头。他说我没出息，我就偏要考个第一给他看。他让我学法律，我就背着他把专业改了。现在离他远了，我反而觉得没什么目标。一个人怎么可能连一件想做的事都没有呢？有，合法翘课，弄到假条。胸无大志。还说我？那你自己呢？除了给别人争当绿叶，就没点什么想做的了？有啊，我想进辩论社，帮婷姐一起振兴文学院。你是被辩论社给传销了吧？我是喜欢辩论。原来你喜欢吵架呀？你不觉得你说话表达，有人听，有人给你鼓掌，这种感觉很有成就感吗？行，恭喜你找到目标了，就是能力还不够。高手辩论最基础的是听清楚对方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对方的话化为己用，这
要比一味的针锋相对要高明得多。总结目标的训练也要继续保持下去。另外，还要养成复盘的习惯。复盘？对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。把你打过的比赛在脑子里重新的过一遍。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那句话怎么说才是最好的？再伤心也值得，因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易小溪同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以“我”字开头，让你陷入到以自我为中心矫情当中的，正是父母的关怀与溺爱。易小溪同学，再伤心也是值得的，这不正是成长的代价吗？不对，伤心未必是成长的必要代价。你再说一遍。就是说，如果伤心是成长的必要代价，它才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这脑子也反应不过来。不然你去找他复盘吧。喂，干嘛？再编一次。没空。不伤心没有办法成长是吗？对，伤心带来反思，例子不胜枚举。你的意思是说反思带来成长，那伤心之后一定有反思吗？对啊。伤心带来反思，反思带来成长。那反思一定是正确的吗？如果反思是错的，还怎么成长呢？错了又何妨？失败乃成功之母啊！这就是你精心准备的反击啊！哎，华家，那啥啊，夹球，你试试。这怎么挤两下？臭变态！你这个癖好还不如诗作呢，你。哎，说我什么呢你？我说你变态啊！你说我变态？他说你变态。没有，我说你很帅。啊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得录个视频。哦，什么视频啊？你别想歪，我要参加那个奇思妙想协会，得录个视频。哎呀，无聊，我跟你说，没劲儿啊！走，跑步走。哎，老白，走啊！哦，我也有事儿，你们去吧。你先去啊！那回家接我玩一场啊！拜拜。唐老师好，白宇啊，这个时间点应该穷好吧？我中暑了。中暑？现在10月份了。哎呦，我这身子有点虚啊。白宇啊，你是我们系专业分最高招进的人，老师对你的期许度是很高的，你晓得吧？大学4年，自由，不代表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代表混日子。你要想清楚，这4年到底要什么？看你这个样子也是想不清楚要什么。那大一是不是应该整体对自己有个规划？是不是啊？英语4级是不是要复习起来？2专是不是要修一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，唐老师说的都对，我明天一定去晨跑。明天？现在？是，立刻，马上。你找白宇练得怎么样了？我追清北学长还有心了。放心吧，白宇虽然讨厌，但真挺强的。是吗？于是就更讨厌了。哎，小溪，你怎么不跑？懒。那你来这干嘛？被唐老师逮来的。我要喝水。
吃错什么药了？听说你辩论赛要复活了。昨天在宿舍楼下，你跟我之间讨论输掉的辩题，是在复盘吧？你还挺上心啊。管得着吗你？我是管不着，所以我是不会帮你训练。行，那我上学校举报，告诉老师你非法养猫。你还教他识字儿呢。我违反校规养猫，最多算个爱心泛滥。你教猫识字儿，不仅违反校规，你还智障。你接着帮我训练。你听不懂人话呀？快比赛了，你还得帮我练习辩题。还真是智障。我替你晨跑打卡。成交。阿姨，我们俩的一块算。哎，拿错了。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？阿姨，再来一打可乐。好。这顿饭算是你请啦，还有这打饮料，谢谢吧，帅哥。你们替我晨跑打卡，一顿饭算什么呀？不行，这钱一定得还。不就一顿饭吗？客气啥？必须得还。哎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帮你训练了啊。走。好吧，那下次我请。行。辩题来了。哎，饭后开工。开玩笑，玩游戏怎么可能算是病？只是因为某些游戏宅的身上具有社交恐惧和现实逃避，这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疾病。字典里对病的解释是：病是生物体产生的不健康的现象。请问，游戏宅这种生活方式健康吗？健康。为什么健康？因为这些逃避现实、社交恐惧的人，如果没有游戏世界，他们可能会更加痛苦，甚至变态。所以游戏宅它不是一种病，它是这些人的镇静剂。游戏宅这种生活方式是对现实的逃避，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。难道一定要融入社会才叫没有病吗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桃花源里面是不是人人都有病呢？桃花源本来就是个小社会啊，一个缺失了社会属性的人，难道不是病态的人吗？网络越发展，看文学作品的人就越少。怎么让我选择网络？可是网络也带来了网络文学这个新题材啊。那你说是上网打游戏更吸引人，还是上网看书更吸引人？看书和打游戏冲突吗？要知道，文学史上很多花间派的词人，正是因为游戏人间，才有了很多惊艳的词句啊。游戏人间和上网游戏是一个概念吗？体验生活和沉迷网络又是一个概念吗？上网为什么就不是在体验生活呢？农业时期的文人因为体验生活，才有了田园诗歌；战争时期的文人因为体验生活，才有了边塞诗歌；工业时代的文人接触到了科技，我们才有了科幻小说。网络时代，上网为什么不是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呢？文学是以文字为工具，所以影视、漫画、游戏的发展，它并不是文学的发展。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起来，现在看剧、游戏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。请问这个现状你承认吗？承认啊。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，那为什么还会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呢？人越来越少就是不利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依然坚持热爱文学的人，才是文学发展真正需要的人啊！因为那些叶公好龙式的爱好者们，根本抵挡不了其他娱乐的诱惑，因此网络的发展给了文学一片净土啊！你们
是不知道我们双剑合并大杀四方的场面，那叫一个爽。哈，也就是说，等你们赢了这场比赛，就能进队了呗？那我就能和清北学长长相厮守啦，进步神速啊！等你们赢了这场比赛，好好犒劳你们。要我说，白宇的功劳也很大的，他一直在帮我特训呢。白宇，嗯，哎，这人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之前提起他来，不是恨得牙根直痒痒吗？怎么着，杨过小龙女练着练着就觉着你啦？你瞎说什么呀？他就是帮我特训而已。我不信。决赛的时候他来不来啊？我们几个帮你参谋参谋。他打辩论就是为了逃晨跑，他对辩论根本没有兴趣的。这我也算不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日后见分晓吧。你们日后见分晓。明星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更容易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。这和表里如一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表里如一是好的表现啊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你想学数学，为什么非得找体育老师呢？明星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很牛，牛的地方你不学，非得学人家私生活。我看不是人家示范的不好，是你脑子不好吧？如果一个表里不一的明星，他有大批的粉丝，那是在鼓励我们大家要向他学习，做一个虚伪的人吗？这挺好的呀，虚伪又不一定是件坏事。谁没说过善意的谎言啊？如果你希望每个人都完全诚实，当面告诉你有多笨，这社会就多和谐了吗？不，只有你当面说我笨，我们才知道真正笨的那个人其实是你。虚伪是真相的遮羞布，它让那些愚蠢的人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所以这当然是件坏事了。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，获胜方是身处其中，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，不伦不类真可笑，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，却在安然中渺小。时光的阶梯没打好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生渺渺，屏蔽喧闹的人潮，让梦只需燃烧，不大休止好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每一秒都美好。这一路单向的轨道，慢慢的许着火药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却像浪漫舞蹈，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，青春却在我的心里走不掉。辩论，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，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，因为那是我们青春、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。